在生死天注定的战场上，一身隐蔽性高的涂装往往能有效帮助士兵保命。不过林子这么大，总是会有艺高人胆大的家伙存在。作为战场上的显眼包，夏亚的机体素来就以鲜艳的红色著称，而在其座驾的一片红色海洋中，有一台金光闪闪的机体格外显眼，它就是夏亚化身库瓦托洛大卫期间驾驶的 MSN 00100百世。作为夏亚的又一台专用机，百世的设计自然是被重点照顾的，其最终稿由藤田一己完成。藤田原计划以自身设计的尼莫为基础进行设计，但富野大光头要求采用永野户绘制的草稿方案，因此最终在其基础上调整并完成线条整理。由于设定中存在致敬永野户的百世开发人员永野博士，因此百世经常被误认为是出自永野之手，但实际上他仅提供了新高达的概念设计原案，其本人声明完成的百世设计100%属于藤田。同理，因永野博士设定的存在，百世那显眼的金色涂装方案、百世的命名以及肩部汉字百的标识，也都常被认为是永野的点子。但根据本人证言，其实这些想法都是在富野与赞助商协商时诞生出来的提案，同时或许是为了与戴墨镜的库瓦特罗匹配。百世的眼部也是一副黝黑发亮的墨镜，定稿中眼睛内部构造未做细化，富野也没有特别指定，因此 TV 版中普遍是将百世当作一台双眼机体作画的。2005年剧场版 Zeta 高达新制片段中，基于这些原因以及之后阿纳海姆高达的设定，机械作画监督仲胜文优先考虑帅气度，而将其绘制成了双眼构造。百世是奥古与阿纳海姆电子公司共同开发计划 Zeta 计划下诞生的阿纳海姆高达成员机之一，其形式番号继承了里克迪亚斯099的格式，因此被定为100，其名称亦由此诞生。设计主管永野博士在这台机体上寄托了制造一台能使用100年的 MS 的愿望，因此为其命名为百世，同时也在伽马高达里克迪亚斯之后，这台机体获得了内部开发代号德尔塔，故百世本身亦有德尔塔高达之称。百世开发过程那可以说是相当曲折，一开始立项时是以非可变形 MS 设计起步的，结果随着开发推进，大家决定上强度，于是便转为探索可变形 MS 可能性，转而研究了很久都没什么实质进展，最终只能再度回归非可变形 MS 方案。A 社原本就持有视作型可动骨架，在里克迪亚斯后续机型开发阶段就已经开始着手格斗战用 MS 骨架设计，此后开发中途提出骨架转用于可变 MS 的构想。作为可变 MS 德尔塔高达设计的该机体，在计算机模拟阶段暴露出变形时绑定器耐久性、驱动部应力及可动骨架强度等无解难题，可变机型开发便因此一度终止了。因可变机构导入失败，设计回退至常规 MS。鉴于机体本身潜力优异，后期结合高达马克2可动骨架数据重启开发，终以非变形 MS 百世完成。作为可变机设计的遗产，百世的腿部还保留着独立双层式浮动装甲。完成后的百世被交到了改名库瓦特罗大卫的夏亚手中。为了适应夏亚的驾驶风格，其性能被施加了极端调教，通过高速战斗收集实战数据。而百世这台机体最显眼的特点，毫无疑问就是那通体金色的涂装。其实它的装甲材质还是标准的高达尼姆合金，只不过考虑到0087年的 MS 战环境已不再是1年战争那种实弹武器居多的情况，因此也需要考虑 MS 的对光束耐性。一方面是对百世进行轻量化，强化机动性和运动性，来直接回避光束，毕竟他的驾驶员都说了，打不中就没有意义。而另一方面也对机体表面施加了特殊的反光束涂层，这种涂层在光束命中时会瞬间蒸发带走光束的热能，以此保护机体不受伤害。虽然防御效果比不上埃利场，但胜在轻便，让机体不必携带庞大的埃利场发生器，同时还赋予了百世单击突入大气层能力。如果说有啥美中不足的点的话，那大概就是那个困扰无数人的千古难题
贵，就和其金灿灿的外观一样，这种涂装造价昂贵且工艺复杂，因此在格里普斯战役期间并没有普及到奥古其他机体身上。武器方面，百事除了与 Zeta 高达一样，配备了由阿纳海姆指定光束武器供应商博瓦社出品的光束步枪之外，他在剧中经常使用的还有里克迪亚斯同款的粘土火箭筒。在里克迪亚斯的开发团队中有不少前公国系成员，这种粘土火箭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其制造者其实就是战后被阿纳海姆收购的兹马特公司，其在1年战争期间的拳头产品基本都以大型火箭筒为主武器，因此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是经验丰富。而在开发这款火箭筒时，开发团队尝试在不降低威力的前提下，将武器整体小型化，强化武器的便捷性，因此进行了相当多的尝试，最终武器的完成度非常高，说是 MS 用火箭筒的最终形态也不为过。不过剧中这门火箭筒给人印象的威力却并不大，尤其是在地球上面对南瓜饼时，百事一发颜射正中其面门，但对方看起来却并没有受到太多伤害。这其实是奥古方面组织性质导致的，作为生下来就是为了针对提坦斯的组织，成立之初的奥古并不想与提坦斯以外的联邦部队作战，再加上初期缺乏物资的情况下，奥古非常推崇俘虏敌机为己用，因此这种火箭筒大部分时间使用的弹头并非是常规弹药，而是采用粘着榴弹等以内部破坏致技能瘫痪为目的的弹药。该榴弹因命中时呈现类似粘土的附着效果，这也成了这款武器名称的由来。不过要说百事真正的灵魂武装，那果然还得是 Zeta 高达剧中的标志性巨炮米加火箭发射器了。这门大炮是百事在配属到亚加玛时一起打包过来的试作型武器之一，发来的目的除了补充亚加玛的战力外，也有收集实战数据的意图。由于这层原因，这其实是一款缺点多过优点的武器，在初登场时其威力其实并不高，但好在亚加玛有 U2 级整备师阿斯特兰制，因此在经过强化改修后才拥有了一击消灭多台 MS 的高威力。但与此同时，发射时需要消耗的巨大能量也不是百事能承担得起的。如果仅有百事与其相连的话，一战最多也能发射一次而已。在需要进行连续射击的情况下，需要有能源补给 MS 与其同行，将机体直接与炮身相连，才能将其发射次数提升至3到4次。而且即便如此，在多次发射时，每一次发射之后都会有一段能源再填充，以及令炮身冷却的空装机，再加上发射后就会暴露机体所处位置，因此每发射一次都需要调整机体坐标，以免在无防备状态下遭到袭击，是一件相当麻烦的武器。再加上尺寸过于巨大，这门炮甚至无法像常规光束步枪那样直接携带出击，而是要等百事出击之后，由亚加玛的弹射器单独射出。在与百事对接前的这段时间里，也会处于无防备的状态。TV 版中这门炮一共使用了4次，命中率可以说是相当捉急。首先是在第10话初登场，狙击希洛克驾驶的梅萨拉，结果首战便射偏。之后第32话再次出战，由一台修复的格鲁古古为其功能，拿来狙击希洛克坐镇的多格斯基亚，结果又展现出了惊人的命中率。第一发瞄准了剑桥，结果下压受到希洛克威压影响射偏，第2发命中了其右舷甲板的弹射器，第3发狙击剑桥再次射偏，第4发命中左侧甲板的弹射器，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50%。多格斯基亚在命中后仍然继续战斗，夏亚只能暂时撤退。之后第38话中，不死心的夏亚再次使用此炮，想要狙击提坦斯的亚历山大级战舰，结果这一发依然射偏，只擦伤了一台亚赞小弟驾驶的汉布拉比。在经过以上3次失败后，这门炮终于在第4次出击时神功大成。第49话中，他一炮便击毁了大量阿克西斯派出的加萨 C 部队，帮夏亚在最终决战中狠狠刷了一把击坠术。然而之后这门炮似乎就燃尽了，被哈曼放出的浮油炮破坏，从此再也没有登场过。以上合计射击7发，其中3发完全是在打空气。实际上完成夏亚本人意图达成作战目标的记录也只有1次而已，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战绩了。这门在当时来说绝对称得上是巨炮的大杀器，其日后的待遇却相当尴尬，因为仅仅1年后 MS 的版本理解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走向恐龙化的第4世代机体面前，这门巨炮的威力也就渐渐不够看了，并且官方也似乎将这门炮渐渐当成了战力计量单位。此后只要是想要吹捧某件武器，就会说其威力能匹敌百事的米加火箭发射器，实在是百事之后人人不下百事啊。
虽具备惊人规格与绝大威力，但常有不便伴随左右。更确切地说，其缺陷往往压倒优势。虽难操控，但只要能命中就非常强。这类男人浪漫具象化的武器，也就是所谓的浪漫炮。百式的米加火箭发射器，毫无疑问就是最标准的浪漫炮了。其收获的实战数据被用在其衍生出来的米加骑士身上，继续为亚加玛发光发热。而百式也同样在格里普斯战役的决战当中被卡比尼大破，之后被回收修复，继续作为亚加玛小队的一员，通关了第一次新吉翁战争，并且由于没有参加阿克西斯内部的战斗，成了高达小队里唯一一台毫发无损存活到最后的机体。此后其下落便与其他高达型机体一样，在战后下落不明了，大概率是遭到了联邦政府的封存。不过毕竟是 Zeta 计划的宝贵成果，因此在百式的系谱之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多的衍生机体。不过在这众多衍生机体中，各种百式改量产型百式我们以后再说。我觉得这之中最有意思的其实是一台民间二创机体 MSN1122 注释。这台机体出自漫画魔女之夜发起的读者投稿活动，哈曼 MS 大募集中出现的作品之一。毫无疑问，其实是一台非官方机体。然而其特殊之处在于，这场活动中映幕的众多投稿机体中，基本都是以卡比尼为原型再创作，但这台注释却是个例外，因为其原型机很明显是百式，并在其素体上添加了很多卡比尼风格的外甲，呈现出一种二者融合降临的感觉。光看这造型，仿佛就已经能听到夏亚的悲鸣了。在注释身上，卡比尼的白色外甲被制作成了类似婚纱或者白无垢礼服的造型，原本卡比尼的浮游炮也被制作成了玫瑰般的造型，其主武器花束战锤枪也被制作成了婚礼手捧花的造型，既可以作为手持式的浮游炮收纳舱，也可以与浮游炮连接，作为近战的光束战锤或者光束枪使用。而机体番号中的数字1122实际上也是日语中好夫妇的谐音，同时左手无名指的戒指更能让夏亚汗流浃背。至于这台机体的作者，其实是以挖坑不填闻名的漫画家加藤拓二。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职业犯罪，因此完成度自然也是相当之高。按照其推特的解说，这台机体是夏亚与哈曼和解时后，哈曼与亚加玛众人合流时准备的机体，其性能重视于百式之间的连结，因此选择了同型机作为素体。其外观充分展现了哈曼与夏亚并肩作战的决心。只不过这份过于沉重的爱会不分敌我的对所有人产生威压，大概也是这份没来由的重力，让杂志编辑部将这台机体放在了活动展示页的首位。因为节目效果过强，所以这台机体一经公布便收获了很高的人气，似乎大部分观众都很乐意见证惨叫着的夏亚被重力全开的逼婚形态哈曼打至跪地拖进洞房的场面。由此看起来，在围绕着夏亚的众多女性中，观众们普遍还是比较偏向哈曼的。既然如此，那也只能哭一哭夏亚了，毕竟古有宛城大嫖客曹老板一炮害三贤，今有夏亚始乱终弃，引来阿克西斯给傲骨上强度，就算不想承认，但这也是因为他年轻而犯下的过错呀。另外，其实在这场征稿活动的角落里，还有一台名叫交涉用卡比尼的作品，其设计原型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看来如果夏亚宁死不从，最终谈崩了的话，那就只能请他吃一发铁拳制裁了。在百式系谱之下的众多机体中，您最喜欢哪一台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